我的侍女是个穿越女，她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但我其实早就看穿了她的来历，因为在她之前，我已经刺死了一个她的同乡。之所以留着她的小命，是因为我发现她和前一个穿越女有些不太一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的侍女夏竹是个穿越女，前几日她挨了一顿板子，醒来后她的性子就已经换了。我为什么会知道呢？是因为在她之前，我曾刺死过一个穿越女。夏竹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但其实从见她第一眼起，我便知晓她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夏竹了。许是近来日子太过乏味，我想给自己找些乐子，所以我即便已经知晓她是穿越女，却也装作不知。我想看看她会不会和前一个穿越女一样，一边嚷嚷着人人平等，却又费尽心思爬上了皇上的龙床，试图以宫女的出身来和我争这后位。傍晚我正在院里散步，就听宫门口响起一句：“皇上驾到。”皇上今儿怎么得空过来了？我上前相迎。近日江南水患一事让皇上忙得焦头烂额，已经有大半个月没踏进过后宫了。皇上拉着我的手往殿内走，他缓缓道：“好不容易能喘口气，便过来看看你。”待进了殿内，他又状似无意地道：“算算日子，许常在的孩子快要生了吧？”陡然听皇上提起许常在，我心头不免有些诧异，因为这个许常在平日里并不受宠，即便是身怀龙胎，皇上也没怎么去看过他。皇上日理万机，竟能记得许常在的产期。我挑了挑眉，皇上拉着我的手打趣道：“皇后这是吃醋了。”他话锋一转道：“朕是想等许常在的孩子出生后，便交由皇后抚养。”说到此处，皇上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。他一说皇后的身子不适合生养，此生恐难有自己的子嗣，那朕便送一个儿子给皇后。我与皇上成婚之后，却迟迟未能有孕。太医曾断言我的身子骨弱，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愿意给别人养孩子。我正想拒绝，却陡然发现夏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。我是皇后，母亲出身高贵，父兄右手握重兵，他为什么会用怜悯的目光来看我？是因为听到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还是我最终还是拒绝了皇上的提议？人家10月怀胎，辛苦生下来的孩子，我抱过来养算什么？养得好也就罢了，若是养不好，还惹一身骚。可我没想到，许常在生产那日，皇上竟会让嬷嬷直接将孩子给我送了过来。许常在生的是个小公主，小脸皱巴巴的，丑得跟猴似的。嬷嬷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色，一边温声道：“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若您喜欢便留下，若是不喜欢，再给许常再送回去。”我下意识朝夏竹看去，如我想的那般，他的眼底又出现了我看不懂的怜悯。除此之外，似乎还有些别的情绪，只是我分辨不出来究竟是什么。我挥了挥手道：“给许常再送回去吧。”嬷嬷愣了愣，只得将孩子抱了出去。其他人都出去，夏竹留下。我的话一出口，就见夏竹眼底的怜悯瞬间变成了忐忑。我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夏竹，你在怜悯本宫？”夏竹猛地跪倒在地上，她惶恐道：“奴婢不敢。”倒是比上一个识时务。我垂眼看着忐忑不安的夏竹：“你当本宫是傻子？什么都看不出来？”夏竹犹豫片刻，道：“娘娘不傻，只是什么？”我换了个坐姿。夏竹咬了咬牙，道：“奴婢是觉得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您，并非想弥补娘娘的遗憾。”我垂眸，掩去眼底的复杂。哦，那你以为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本宫，是为了什么？与皇上成婚以来，我与皇上从未红过脸。平日里，什么好的东西都往我宫里送，留宿在我宫里的时间，比去其他妃嫔那里的时间加起来还要多些。偶尔有那些个不长眼的妃嫔冒犯我，他们的下场不是被打入冷宫，就是被降了位分。世人皆道皇上独宠皇后，从未有人怀疑过皇上对我的用心。我很好奇，夏竹是不是知晓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事？夏竹眼底的挣扎我看得清楚，但我并未因此就给他任何承诺。
他来到这宫里已经有一段时日，想必也听说过，我曾赐死过一个自称穿越女的女子。良久之后，夏竹才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，道：“娘娘可知，沈昭仪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。”夏竹口中的沈昭仪，乃是户部尚书之女，是我与皇上成婚的次年入宫的。她素来乖巧，平日里不争不抢，加上身子骨又弱，平日里鲜少出来走动，在这后宫里没什么存在感，所以至今也只进过一次位分。前2年还大病了一场，皇上念在他父亲的份上，便让我免了他每日的请安。只是没想到他的身子虽弱，运气倒好。皇上去他宫里留宿的时间并不多，但却有了身孕。算算日子，似乎被太医诊出有孕的日子，和许常在差不多。可夏竹提沈昭仪做什么？夏竹直视着我，道：“奴婢斗胆猜测，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娘娘，是想绝了娘娘将沈昭仪的孩子抱过来养的心思。”我的心里咯噔一声，面色却并无变化。夏竹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沉声问。夏竹又磕了个头，奴婢知道。她跪得笔直，用坦然的目光看着我。沈昭仪体弱，娘娘若是想选一个皇子过继，沈昭仪的孩子便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呼吸一滞，陡然想起沈昭仪刚被太医诊断出有孕时，我与皇上开过的一个玩笑。那时沈昭仪大病初愈，我便戏言称等将来她将孩子生下来后，我要接回身边养育。在那之后不久，许常在便也有了身孕，但与沈昭仪不同的是，许常在出身低微，父亲似乎只是个小知县。我抬眼看向夏竹，你说这些就不怕本宫杀了你吗？夏竹是被他的父母卖进宫中当宫女的，我若真想杀她，没人会拦着。闻言，夏竹瞳孔微缩，但他却鼓起勇气道：“怕，但我更怕您死不瞑目。”许常在的孩子是早产的，在他生产那日，外头刚下了一场雨，许常在不小心跌了一跤，孩子便意外早产。好在母女平安，他身边伺候的工人因小公主刚出生而躲过一劫。不过皇上仍旧动了怒，赏了他们一顿板子。如今想来，许常在这一跤摔得实在蹊跷。他的孩子已经快要足月，我也免了他的请安。试问外头刚下过雨，地面湿滑，他有何非要出去不可的理由？我让人去暗中打听那日许常在宫中发生的事，同时又召来太医，询问许常在当时的情况。太医道：“许常在身强体健，小公主也快要足月，虽是早产，倒也不打紧，平日里细心些照料即可。皇上意欲将许常在的孩子抱给我养一事，并未遮遮掩掩，所以这些太医都是知晓的。”我下意识想到了沈昭仪，可话到了嘴边，便又强行咽了回去。如若皇上真的如同夏竹说的那般，那这太医未必肯对我说实话，甚至还会打草惊蛇。我唤来从小跟在身边的侍女，替本宫去一趟将军府。太医院新来了一名医女，听闻这位医女来自神医谷，是神医谷谷主的亲传弟子。这位医女是晋王妃举荐的，太后娘娘久病不愈，晋王妃又是太后侄女，便亲自去了神医谷，将这位医女请进宫来为太后诊治。医女入宫没几日，太后娘娘的病情便有了好转。如今这位医女已经成为宫中的大红人，位分高些的妃嫔都曾请她帮自己诊治过。倒是素来体弱的沈昭仪，自那医女入宫以来，还不曾请她帮自己诊过脉。这天我与皇上正在用膳，我提议道：“皇上，听说最近为太后娘娘医治的那位医女医术很是了得，沈昭仪体弱的毛病，这么多太医都没能治好，不如让那医女去帮忙瞧瞧。”我边说边打量着皇上的神色，有病治病，若只是体弱，也可以让他帮忙调养调养，您意下如何？皇上神色不变，淡淡地道：“陆神医近日为许多妃嫔都看过病，沈昭仪又刚生下小皇子，若是带了病气过去，反而是弄巧成拙。”皇上口中的陆神医，指的便是那位医女。他笑了笑，道：“等小皇子满月之后再说吧，反正沈昭仪体弱也不是1日2日的事了，再等一阵子，倒也不打紧。”我脸上的笑容不变，还是皇上考虑得更周全些。小皇子还小，的确该小心谨慎些。不过什么？
皇上偏头看向我，我继续说道：沈昭仪如今为皇上诞下皇子，这位分是不是该生一生了？沈昭仪是在陆神医入宫前生产的。与许常在不同的是，沈昭仪身子虽然弱，但这孩子却是足月之后自然分娩的。一大早就开始发动，折腾到了半夜才将孩子给生下来。我作为皇后，本该去瞧着，可谁让我的母家强大，又得皇上圣宠。这些年宫里的女人生孩子，我都不曾前去守着，因为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一事，宫里的人都知晓，所以那些个妃嫔巴不得我不去。谁也不想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被我这个皇后给看上。以皇上对我的偏宠，我若看上了，他必然不会阻止。沈昭仪养育皇子有功，被晋为妃位。在内务府拟的封号中，皇上选了陈字作为他的封号。小皇子满月那日，册封沈昭仪为陈妃的圣旨一大早便送了过去。我原本还提议要给陈妃摆上2桌庆贺，但皇上却并未应允。他得了晋升，便已是恩典，庆贺便不必了。言语之间，似乎并未将陈妃放在心上。小皇子的满月酒已经很低调了，臣妾是想借着陈妃妹妹晋升的喜事，让宫里头的姐妹们都高兴高兴。皇上沉默片刻，终于点了头。那便依你。宴席就设在陈妃宫中，因她身子弱，我便让她独居一宫。这些年来，除了皇上与宫女太监们外，似乎还没几个人踏入过这里。许常在因要照看小公主，便指命人送了贺礼过来。同样没有子嗣的惠妃一不留神便多喝了几杯。她原本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那孩子还不足1周岁，便夭折了。自那之后，惠妃便没再有过身孕。娘娘，惠妃方才不慎崴了脚。夏竹凑到我的耳畔低语道。我偏头看向夏竹，今日在场的妃嫔都喝了酒，难免会有所失态，太医毕竟是男子，不便前来诊治。我的目光从陈妃身上一扫而过。这样吧，你去将陆神医请过来。陈妃欲言又止，她身侧的嬷嬷当即道：娘娘，该给小皇子喂奶了。我抬眼看过去，怎么，陈妃竟然亲自喂养小皇子吗？陈妃微微颔首，道：臣妾的身子如今已经大好，便想亲自喂养。给小皇子喂奶之事，便交给奶娘吧。我迎上陈妃的目光，今日后宫的姐妹们特意前来为你庆贺，你若是不在场，那岂不是太过失礼？陈妃抿了抿唇，片刻后才从容坐下。那便依皇后娘娘所言，在各宫落所前，陆神医悄悄来了我的坤宁宫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陆神医双眼含笑：于姐姐，多年未见，你如今可还好？我冲他招了招手：阿征，过来说话。陆神医原名陆征，是我小姨的义女。她坐到我对面，压低声音道：于姐姐，我悄悄看过了，那位陈妃身子强健得很，并不像是生过重病的样子。我在太医院的这些时日，本想找机会看一看她的医案，可却没能找到。没能找到？我愣了愣。陆征点点头，道：我本来还想暗中打听，但太医院的那些太医对于陈妃相关的事情似乎忌讳得很，我怕打草惊蛇，便没敢多问。我拉起陆征的手，欣慰地道：我们阿征懂事了。陆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正想说些什么，脸色却猛然一变。他不由分说，便将手指搭在了我的手腕上。见状，我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淡了下来。良久，陆征才面色凝重地道：于姐姐，你之所以不能有孕，是因为你被人下了绝育的药。嬷嬷将陆征送走后，我便唤来了夏竹。和上一次一样，夏竹眼底的忐忑是藏也藏不住的。我审视着她，缓缓道：你可知这位陆神医是我的妹妹？夏竹双腿一弯，直接跪倒在地。奴婢知道。我袖中的手缓缓攥成拳头，说吧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上一次夏竹告诉我，皇上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，所谓的圣宠，不过是为了替他的心上人当活靶子。如今皇上纵容我所做的一切，将来都会成为废后的理由。夏竹愤恨道：奴婢还知道，待皇后娘娘的父亲和兄长回京述职时，皇上会将通敌卖国的罪名扣到他们头上。宋氏满门，除6公子外，连幼子都会惨死。夏竹的神情激动，但他的声音却压得很低。
就连娘娘也会被赐死。我压下满腔的疑虑，道：我知道你是穿越的，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还不曾发生的事情？夏竹神色微变，最后坦然道：因为您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本小说，而我是穿书的。在夏竹的耐心解释下，我明白了穿越和穿书的区别。他那个同乡属于穿越，对于我们这个朝代将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所以他才会去爬龙床。而夏竹则是穿书，他知道所有剧情的走向，但偏偏我跟皇上以及陈妃都只是这本小说里的配角，所以有的细节他知道的也并不清楚。夏竹道：这本书的男主是您的六弟，在您和宋家出事时，宋家的家仆用自己的孩子和六公子互换了身份，又趁乱将他送了出去。六公子隐姓埋名，吃尽苦头，最终为宋家平反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不禁有了几分安慰。如此说来，皇上和陈妃的下场并不好。夏竹微微颔首，他是这本书里的反派，下场自然不会好。他正要说其他，就听外头响起了敲门声。娘娘，钱嬷嬷来了，让她进来。钱嬷嬷是我派去打听许常在早产一事的人。钱嬷嬷进来后，先行了一礼，才低声道：娘娘，奴婢打听到了，那日许常在之所以会摔跤，是因为他佩戴的珍珠项链断了，许常在不慎踩到滚落在地上的珠子，这才导致小公主早产。说到这里，钱嬷嬷双手奉上一个小荷包，这是那日许常在所佩戴的珍珠项链，奴婢发现断口处有人为的痕迹，我将荷包里的东西拿了出来。既是人为，那这东西你又是从何处得到的？如果有人要害许常在，断不会留下这么大个把柄。钱嬷嬷道：这条珍珠项链是皇上赐给许常在的，所以那日事发后，许常在的侍女将这链子捡了回去。钱嬷嬷顿了顿，迟疑道：奴婢怕被人发觉，便放了一条假的过去，但奴婢却发现皇上身边的朱公公又悄悄将那条链子拿走了。我与夏竹对视了一眼，心里有了个可怕的猜想。此事你就当不知，莫要声张。不论许常在受不受宠，但他当时身怀龙胎，内务府的人是绝不敢在这种事情上掉以轻心的。更何况这条珍珠项链还是李银所赐，一切已经明了。更何况陆征已经确认陈妃的身子健康得很，我故意称病，将母亲召进宫中。李银得知后，又派人给我送了好些补品过来。以往这种时候，我心中都是欢喜的。这女人嘛，哪有不虚荣的？能被皇上另眼相待，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但如今再看，心中只觉讽刺。自从夏主口中知道自己只是活靶子后，我便让人暗中留意陈妃宫里的动静。李银明面上留宿陈妃宫里的次数一直都不多。我查了记录，在陈妃还是昭仪的时候，李银每个月只去一次。如今或许是因为有了小皇子，李银已经去了2次，但这只是明面上的记录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银时常独自一人悄悄溜进陈妃的宫里，一待便是大半宿，在天明前又悄悄离开。除了陈妃宫里的人和李银身边的太监总管，宫里并无人知晓他们之间的秘密。想想也是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一个皇帝竟然能为了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？母亲来时，夏竹正为我讲述着他们那个世界的故事。母亲见我已在榻上，以为我真的病了，神色格外焦急。她疾步走到我的身边，关切问道：娘娘，听闻你……我当即拉住母亲的手：母亲，我没事。平退众人后，我才道：今日称病召母亲入宫，是有一事想与母亲商议。母亲见我无事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她在我身边坐下，低语道：有什么事，非得用这样的理由让我进宫？我垂眸挽着母亲的胳膊，撒娇道：女儿昨日梦见父亲和哥哥回京了。母亲闻言愣了愣，笑道：皇上没告诉你吗？岁末你父亲和哥哥就会回京述职。知道。我平静道：听说边关有很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想让哥哥帮我带一些回来。我将提前写好的密信递到母亲手中，我要的东西都写在信里了，劳烦母亲派人快马加鞭，尽快将这封信交到哥哥手中。
信里我用了只有我跟哥哥才能看懂的密语，即便这封信落入李银手里，他也看不出什么来。至于母亲，她与我一样，都养尊处优惯了，早早知道李银干的事情未必是件好事。若是能藏得住倒还好，若是被李银察觉了端倪，我怕事情会脱离我的掌控。等待期间，夏竹又同我说了好些书里写到的剧情，但我这个皇后在书里其实出现的次数并不多。夏竹说的更多的是别人的事情，比如宋家满门被灭后，小六过得如何辛苦，后面小六为宋家报仇时又都做了些什么。李银和陈飞的下场，夏竹反复和我讲了好多遍。若不是一遍遍听着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压制住心里的恨。这个世界对夏竹而言只是一本小说，但于我而言却是真实的。李银要怎么宠爱陈飞，我都不会有意见。早在嫁给他之前，我便清楚他会有3宫6院，妃嫔无数。宋家助他登上帝位，他可以不感激，可以忌惮，但不该往我宋家头上栽赃通敌卖国的罪名。我父亲和兄长镇守边关多年，身上布满刀伤剑伤，可到头来却死于莫须有的罪名。而我与他夫妻还算和睦，也从未算计过他的妃子孩子。可他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宋家的付出，一边还将我当成陈妃的挡箭牌，甚至还给我下了绝育的药。这些年来，出于对太医的信任，加之陆征久居神医谷，我不曾让陆征来为我诊过脉。若非他误打误撞发觉此事，我恐怕到死都不会知道。我不能生，是李银造成的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也不打算咽。沈昭仪得了陈字为封号后，在后宫里逐渐有了姓名，加之他又生了个皇子，宫里自然有聪明人会注意到他。更何况背地里还有我在暗中推波助澜，很快就有人发觉了李银对他的不同。同为妃位，陈妃妹妹宫里的好东西倒是比其他人的都要多。惠妃阴阳怪气道，惠妃是李银身边的老人，李银不见得有多喜欢她，但也会给她几分薄面。曾经他也以为自己在李银面前是特别的，直到他注意到陈妃之后，爱和恨一样，都是很难藏得住的。李银最爱的人是陈妃，所以有什么好东西，自然会忍不住悄悄往他宫里送。起初我不知情时，便免了他的请安，但既然知道他身体无恙，这请安自然不能再免了。出来走动多了，有些东西就藏不住了，可不是吗？同为妃位的杨妃也酸溜溜地开口，和惠妃跟陈妃不同的是，她只有妃位，并无封号。陈妃姐姐就连封号都比其他姐妹好呢。她意有所指地道，话语中的酸味藏都藏不住。陈妃为皇上诞下皇子，自然是不同的。我故意说道，那可不。惠妃看陈妃的眼神充满嫉妒，陈妃妹妹的运气可比咱们好多了。皇上不过偶尔去她宫中留宿，便能安然生下龙子。他顿了顿，把目光移向许常在。许常在与陈妃妹妹虽然先后有孕，但可惜生的只是个公主，还是早产的。杨妃阴阳怪气道，是啊，同人不同命，陈妃姐姐生的孩子便从昭仪晋为妃位，而许常在生的孩子却依旧只是个常在。而被惠妃和杨妃提及的许常在，脸色已经煞白的不见半分血色。可奈何他位分低，即便被人当众这样羞辱，也只能忍着。我把手中的茶盏放到桌上，发出声响。好了，都退下吧，本宫罚了。其余看热闹的妃嫔顿时收敛神色，起身告退。我将目光移向许常在，许常在，你留下。许常在目光忐忑，明显有些不安。等殿内的人都走干净之后，许常在才试探性地问道，不知娘娘有何吩咐？我将当日钱嬷嬷拿回来的荷包丢到许常在跟前。许常在瞧着这东西，可觉得眼熟。许常在脸色发白，拿荷包的手指都在微微发颤。在看到荷包里的东西后，他明显愣了一下。这是……许常在的脸色变了变，他抬眼看向我，鼓起勇气问道，这应该是臣妾的东西，为何会在娘娘这里？我若不让人将这东西拿过来，你如今还能看得到吗？我觉得他问了个蠢问题。许常在抿了抿唇，娘娘的话，
臣妾听不太明白。我瞧着许常在的模样，意味深长地道：不，你明白，否则又怎会与小公主同吃同住，寸步不离？原本我是没打算和许常再挑明的，可我发现他不是个蠢人，已经隐约猜到自己早产的真相。而他的父亲虽是个小知县，但他的兄长却是个人才。许常在猛地跪倒在我跟前，声泪俱下，求娘娘给臣妾指条明路。那日之后，陈妃明里暗里没少被后宫的妃嫔刁难算计。李银来我宫里也越发勤快了，很多时候他都只是来坐坐，陪我吃吃饭，说说话，并不提侍寝一事，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。自从知晓他后来干的那些事情后，我便感到无比的恶心。即便李银生了副好皮囊，我也无法再与他亲近，甚至就连一起吃饭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每次他走后，我都要吐上一回。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。这天我与李银正在用膳，宋府便传来口信，说我母亲病了，已经请了好几个大夫，都未见好转。我当即将手中的筷子放到桌上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李银。皇上，臣妾想带着陆神医去看看我母亲。李银露出担忧之色，他温声道：可要朕陪你去？我心中觉得嘲讽，嘴上却说：皇上能让臣妾出宫便已是恩典，臣妾又岂敢耽搁皇上的正事？李银若真的想陪我去，又岂会再问我？当真虚伪得很。况且皇上与臣妾一同前去，那臣妾今日岂不是还得再回宫？我强忍着恶心，同他撒娇。我父兄都在边关，母亲如今病重，所以我想陪他几日。李银笑了笑，道：罢了，既如此，朕便不勉强你了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又道：你母亲既然病重，那便让陆神医也留下照看吧。正好太后眼下也大好了，便不必再让他回来了。我知道李银是怕陆征在，会暴露陈妃身体无恙的事实，但我并未揭穿，顺着他的意思应了下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母亲其实没病，与我上次见他的理由一样。母亲此番称病，只是为了让我回一趟宋家，因为我的哥哥暗中回京了。阿瑜，接到你的密信，我便暗中赶了回来，你快同我说说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书房里，哥哥正满脸疑惑地看着我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将发现李银密谋要栽赃宋家的事情告诉了哥哥，但我掩去了下逐穿书一事，只说是他无意间发现了些端倪。我又暗中留心，这才察觉到了李银的谋算。哥哥听完，久久不敢相信。他沉声道：阿瑜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我抬眼与哥哥对视，通敌卖国一事，我暂时还没有拿到证据，但是我面上闪过一丝痛色。阿征替我诊过脉，确认我不能有孕，并非我的身子弱，而是被人下了绝育的药。我轻叹一声，宫中太医那么多，个个都医术了得，可却无人发现此事，哥哥以为这是为何？闻言，哥哥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他咬牙切齿地道：欺人太甚。待怒火平息，哥哥才又问我：阿瑜打算如何做？我回想起夏竹说的书中宋家满门的结局，哥哥可知若李银的谋算得逞，宋氏满门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笑得凄凉，宋氏满门一个都活不了，包括我。只有解决了我这块拦路石，李银心爱的陈妃才能登上后位。宋家通敌卖国这么好的机会，李银当然不会留我。哥哥虽是武将，但脑子同样好使。他神色微变，欲言又止道：你是想……我认真点了点头，哥哥，这是我们宋氏满门唯一的活路。我只在宋府待了一晚，翌日用过早膳后，便带着夏竹回了宫。该交代的我已经和哥哥交代过了，也正是因为彻夜长谈，我的眼底一片乌青。李银看到我憔悴的模样，倒也信了我母亲病重。他面露疼惜，皇后怎地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？我故意勉强笑笑，道：母亲病重，臣妾实在很担心。李银安慰了我几句，又让人给我母亲送去不少名贵药材。除此之外，又让太医给我送来了一瓶药丸，这是太医新研制出来的补身子的药。李银笑得很温和，皇后不愿养别人的孩子，所以朕想努力，让皇后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忍住心底的恶心，
故作讶异地问：“这是？”李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太医院那边一直在想法子，朕怕皇后受不了汤药的苦，便让人制成药丸，方便皇后服用。”看到李莹这副嘴脸，我忍不住想笑。若不是知晓我不能有孕就是他造成的，这会听到他说这些，我怕是会感动得要死。我故作迟疑，可太医不是说臣妾此生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吗？李莹面不改色，先前事情还没进展，怕让皇后空欢喜，所以朕便让他们瞒着皇后。他拍了拍我的手背：“阿谀，朕只希望你开心。”听到李莹这句话，我差点没忍住吐了出来，胃里一阵翻腾，可我却还要装出感激的模样。皇上，臣妾何德何能？李莹眉眼带笑，叮嘱我要记得用药，便借口还有折子要批，离开了我的坤宁宫。我一刻都没有耽搁，从瓷瓶里倒出一颗药丸，递给侍女，把这药丸送去宋府，交给陆姑娘，让她帮忙看看这药丸是做何用的。我才不信李莹会那么好心，而事实也正如我所料的那般，这药丸并非像李莹说的那样是治疗我不能生育的，它会慢慢让我变得虚弱，让我痛苦，但却又不致死。近来陈妃的日子并不太好过，皇上这是想给陈妃出气呢。夏竹气鼓鼓地说道：“是的，李莹这是在给陈妃出气。”在我刻意的推波助澜下，陈妃往日所受到的那些区别对待，都一点点浮现在后宫妃嫔眼中。能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活下来的，又有几个是傻的？我不怕被人笑话，但我要让陈妃亲身尝一尝过去我替她受过的算计。然李莹的反应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，她把陈妃看得比我想的还要重要。她不过是难受了几日，李莹就眼巴巴地来给她报仇了。我把玩着手里的瓷瓶，心里不由开始期盼父兄回京述职的日子。皇后娘娘手里的小瓷瓶好生精致，想必又是皇上赏赐的吧？许常在轻笑道。众人的视线顿时集中到我手上，我眼角的余光瞥向陈妃，她虽极力忍耐，视线却仍旧不受控制地往我手上瞟。我面露羞涩道：“这是皇上特意让太医为本宫研制的补身体的药丸，说是会让女子容易有孕。我是故意这么说的，因为李莹给我下绝育药的事情，她并未让陈妃知晓。这瓶药丸可费了太医不少心思，我怎么好让她放在角落里积灰呢？”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陈妃的面色也一点点变得苍白。我视若无睹，这样的药丸本宫还有很多，陈妃为皇上养育皇子有功，今日这一瓶便赏给陈妃吧。说完，我将瓷瓶递给夏主，示意他把东西拿给陈妃。陈妃勉强笑了笑，把瓷瓶接了过去。我的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，最终落到陈妃身上。如今小皇子已经日渐长大，还望陈妃能多为皇上开枝散叶。毕竟，我话锋一转，眼中染上笑意，宫里还没有谁像陈妃一样，侍寝的次数不多，却那般容易就有了身孕呢。陈妃得了我赏的药没2日，便与杨妃产生了争执。杨妃不慎将陈妃推入水中，李银龙颜大怒，将杨妃的位分连降2级，还撤了她的牌子。钱嬷嬷与我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我正在看哥哥写来的密信，他与父亲已经在回京述职的路上了，而我让他办的事情，他也都办好了。我将密信烧掉，待信纸燃尽，我才同夏竹道：“夏竹，和本宫说说你们那个世界的事情吧。”夏竹的脸上多了几分向往，他思索片刻，才道：“奴婢生活的世界，人也分3、6、9等，有的人出身就在相当于皇室，有的人却连饭都吃不起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不禁有些诧异。前一个穿越女可是口口声声说什么人人平等的，可我却从夏主口中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。他还在继续，但读书很便宜，所有人都要读很多年的书，不用跪拜谁，女子也能出去工作，可以挣钱养家。虽是一夫一妻制，但像那种有钱的人，背地里也会养小3、小4、小5。他顿了顿，像是怕我不能理解，又说：“就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外室，但外室所生的孩子也拥有可以继承家业的权利。和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，应该就是交通工具了。”夏竹说到这里，面上多了几分笑意。我们那里有飞机和高铁，一日便能行几千里路，还有手机。
夏竹絮絮叨叨地和我说了许多，都是些我不曾听过的东西。我看夏竹的目光一点点变得柔和。本宫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，当初你为何会同我那般坦诚？我问他，你就不怕本宫利用完你之后再把你杀了吗？穿书一事是夏竹的秘密，也是他的武器。他若不主动交代，任凭我想破脑袋，也猜不到他真正的来历，包括他所知道的那些事情。按照夏竹的意思，他想必也是读了很多年书的。想一个能骗到我的借口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想得到。但夏竹却在明知道我曾刺死过一个穿越女的情况下，依旧选择了对我坦诚。我想不通，他难道不怕我会杀他吗？夏竹没有一丝犹豫，他抬眼看着我，道：但奴婢知道，皇后娘娘不是那种会过河拆桥的人。当初看这本小说时，奴婢虽知道都是假的，但还是很心疼娘娘的遭遇，觉得皇上不是个东西，没担当，还阴毒。夏竹这会儿说起话来，竟是一点也不顾忌。没想到一睁眼，奴婢就成了娘娘身边伺候的人。说到这里，夏竹忍不住笑了笑，她的双眼亮晶晶的。奴婢初见娘娘时，甚至在想，会不会是上天也看不过去了，所以才让奴婢来到娘娘身边，帮娘娘认清渣男的真面目。夏竹举着小拳头，女炮灰也是能有金手指的。冬月之后，京城下了几场雪，李银也发了几次脾气。陈妃的父亲被人上奏举报贪墨，李银不得已，只能将沈尚书拘在家中，派了亲信去查贪墨一事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这个道理我懂，李银也懂。只要没做得太过，李银都睁只眼闭只眼了。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有人竟敢将此事捅了出来。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连着几日，陈妃都称病，没来请安。但听说陈妃在宫里哭了好几回，眼睛已经肿得跟兔子似的了。这把火烧了大半个月，在李银看不见的地方，已经有更多的流言在悄悄流传。而沈尚书贪墨一事，铁证如山，李银不得已罚了沈尚书1笔银子，外加半年的俸禄。虽是轻拿轻放，但却让陈妃真正病了一场。而朝臣对李银的处理结果也是敢怒不敢言，毕竟上一个提出异议的御史已经被迫告老还乡了。在我父兄回到京城的前1日，李银吐血了，太医院的太医全都去了他的寝殿，却又束手无策。皇上的脉象着实怪异，所有太医都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，没人敢贸然开方子。李银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几个太医相互看了看，其中一人对着我行了一礼，道：皇后娘娘，皇上的情况太过复杂，不知能否请娘娘将陆神医请回宫中。倒是不巧了。我心中暗笑，却一脸担忧。陆神医前几日已经离开宋府，说是要去云游。李银还在昏迷，寝殿内的妃嫔跪了一片，都双眼含泪，却无人敢哭出声来。陈妃留下，其他人都散了吧。我挥了挥手。陈妃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将头低下。是。太医都守在殿内，我与陈妃则在殿外。我看得出来，陈妃很忐忑。我认真将陈妃打量了一会儿。说实话，陈妃确实长得很貌美，可这并不是李银对她情有独钟的理由。李银爱慕她，是因为陈妃在儿时曾给过他温暖。若李银没有做下那些个肮脏事，单凭这一点，我都能高看他一眼。但世上是不会有假如的。我并没有对陈妃做什么，但她当晚却发起了高热。我借机让嬷嬷把小皇子从陈妃身边抱走。陈妃这病来得突然，小皇子还小，若是过了病气，谁能担当得起？李银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气得又吐血了。他让人将我唤去，勉强忍耐着心中的怒火。小皇子还小，离不开自己的母妃，皇后将小皇子还给陈妃吧。我面露笑意，皇上这是怕臣妾将小皇子据为己有吗？李银面色微变，皇后说笑了，太医已经为你研制出了调理身子的药丸，皇后很快就能有自己的皇子了，又何须去抢陈妃的？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臣妾此生怕是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一是不喜欢，二是李银着实心狠，他用了最毒的药，用量也多，即便是陆征也没有办法。李银勉强笑笑，
皇后莫要胡思乱想，皇子早晚都会有的。我摇了摇头，不会有了，皇上给臣妾的药，臣妾转赠给陈妃了。李银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变得阴沉，但我却缓缓扬起唇角。陈妃为了给皇上开枝散叶，可是日日都在服用那药丸呢。李银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他阴沉着脸，扬声道：“来人！”无人应他，因为我的父兄已经归京，李银身边的人都已经被我父兄的人拿下了。我缓缓坐下，知道你苦心让人弄出来的药，最后都进了你心爱的陈妃口中，皇上可还欢喜？李银怒视着我：“宋瑜，你何时知道的？”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：“你给朕下毒了？”“对啊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陆神医是我妹妹。”我又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：“咱们是夫妻，得有来有往。”李银看懂了我的暗示，他铁青着脸，脸部的肌肉在颤动，却又拿我没办法。“你这样做，就不怕朕诛你九族吗？”我被李银这话给逗笑了。“李银，原来你也有天真的时候啊。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你该不会觉得我会毫无准备吧？宫里的守卫都已经被我换成了宋家军。”“是的，我要带着父兄造反了，这是我们宋家唯一的出路。”我也曾想过杀了李银，自己当太后，垂帘听政。但李银会忌惮宋家，新帝就不会了吗？既如此，那便让这天下改姓宋吧。经过李银这个教训，我便知晓命运这东西还是自己掌控比较好。我不想寄希望于任何人，哪怕李银的儿子们都还小。李银一病不起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因为我让人割了他的舌头。我模仿了他的笔记，写下了传位的诏书，只不过这皇位没有传给他的皇子们，而是传给了我父亲。朝臣自然也有反对的，但他们的女儿甚至是外孙都在我手里。在李银看不见的地方，我早已利用夏竹的先知，暗中笼络了后宫的妃嫔。这些年来，李银做过的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我都让许常在的兄长悄悄在民间散布开了。对百姓而言，谁做皇帝，他们并不关心；谁能让他们吃饱饭，他们便会拥护谁。至于日后可能会面对的骂名，谁在乎呢？活着的时候享受了就够了，死后的事情，反正我又听不见，看不着。直到父亲登上帝位，我才有了点真实感。原来改朝换代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。我依旧住在后宫，不过称呼从皇后变成了长公主。我将李银那些妃嫔都召集起来，愿意回府另嫁的，将来嫁妆由本宫来出；想留在宫里养老的，便留下，本宫不会强迫任何人。我指了指钱嬷嬷，怎么选择，你们自己考虑，有了答案，差人告诉钱嬷嬷一声便可。大家都是苦命人，我不想为难任何人。至于陈妃和李银，他们不一样。我父亲登基那日，我用一壶毒酒送走了李银和陈妃。我父亲的皇位来的毕竟不太光彩。李银这个前朝皇帝虽然已经被割了舌头，但只要他还活着，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威胁。我不想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。至于陈妃，她活着的时候没能正大光明地站在李银身边，那我便成全她，送她去和李银去地下当夫妻。在我的提议下，夏竹成了我父亲的义女，对外便不说你是夏竹了。我淡淡地道：“你本名叫什么？日后便恢复本名吧。”夏竹呆呆的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被夏竹的反应给逗笑了。夏竹是被他的父母卖进宫的，若有朝一日他们知晓自己的女儿被皇上收为义女，怕是会生出一些不必要的事端。我很讨厌麻烦，也不想夏竹承担不属于他的羁绊和责任。夏竹恢复了他的本名陆夏，与我同住一宫。我闲来无聊，便想起了陆夏所说的女子也可以读书一事。阿夏，我们开个书院吧，只收女子那种。对于陆夏生活的那个世界，我心中向往已久，虽不能亲眼去见一见，但有些事情却是我力所能及的，比如开女子书院。父亲知晓我此生都不能有孕后，愧疚不已。我只是提了一嘴，他便已经派人去寻夫子了。我只需要动动嘴，女子书院的事情就会有人去替我张罗。我与陆夏一边参观女子书院，一边道：人人平等听起来美好，但在这个世界是无法实现的。
上一个穿越女说了很多遍人人平等，陆夏虽然没说，但我知道她其实也是向往的。贵族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特权被取消，也见不得平民和他们平起平坐。就像陆夏说的那样，投胎是门技术活，很多事情其实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已经注定了。我能做的，也就是让天下的女子们知晓，世上的活法并不只有一种。于姐姐说的我都明白。陆夏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她指了指自己，说，就像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公主后，现在再让我去当奴婢，我心里也是不情愿的，更何况还是那些贵族呢。陆夏眨了眨眼，于姐姐能愿意开设女子书院，已经很棒了。我不禁莞尔。女子书院于中秋之后正式开张，来书院上课的女子不仅不用交束修，书院还会为她们提供膳食和笔墨纸砚，在经夫子评定合格后，还能得到一份月银颇丰的工作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许多百姓都将家中的女子送来书院，甚至就连已经嫁人的妇人也都前来打听入学的条件。第一批的名额很快便招满了。若非陆夏有许多挣钱的点子，我这位长公主恐怕就要伸手问父亲要银子了。在陆夏的建议下，书院并不开设琴棋书画的课程，夫子们传授的都是谋生的本领。我与陆夏来参观了几次，她便坐不住，去为那些女子们上了一课，讲的依旧是些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，但却不难听懂。看着陆夏眉飞色舞的模样，我心中倍感欢喜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总得有人去做第一个铺路的人，这条路才会越来越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